是的，他已经来到我们极光之夜的现场了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奥迪英杰会品牌大使王一博来。欢迎一博，这边请先跟我们现场和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王一博。欢迎一博。我知道1个月前呢，你是在高环赛道上体验了 A3L 的性能，那这一次呢又和它邂逅了，你自己觉得这辆车开起来怎么样？对，其实在环路上已经行驶了非常高的一个时速，在上面我会感觉非常的安全，稳定性也极高。那其实你是这个 A3 的一个老朋友嘛，因为和 A3 已经结缘了3年的时间了。那我们都知道 A3L 是年轻人的理想型座驾，那你心目当中这个理想型座驾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？我觉得是首先要颜值高，还有舒适性，而且还得品质高。那其实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 A3L 的诞生地，它代表的就是造车的一个品质啊。那你觉得一辆车除了要有机电，还有什么点是你最在意的？是的，除了以上说的2点，我觉得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是的，安全也是非常多朋友关注的。而这个 A3L 的安全感呢，其实就像铠甲一样啊，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形容。那其实 A3L 的安全来自于它自身的坚韧。奥迪 A3 历经了4代不断进取，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它每一代的突破。一博觉得 A3 最大的特质是什么？在你的理解当中？时间的沉淀。这句话也特别棒啊！是一辆有时间沉淀的车，而时间终会给出答案。我们也要非常谢谢一博今天的分享，也要请你落座休息好吗？谢谢一博，谢谢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今天晚上朋友们打个招呼吧，小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晓彤，很开心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啊是潮流新生。作为新生代眼中的潮流达人，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心目当中的潮流色是哪个颜色呢？我觉得应该是绝绝紫，因为紫色在我心中不仅代表的是稀有、高贵，然后神秘感，它而且还寓意了美好。像现在我喜欢紫色，就更是多了一个理由，因为我们新奥迪 A3L 呢，紫色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叫极光紫，所以我今天为了和我们的紫色就是有搭配，然后我也是有一点点紫色的眼妆，然后也搭配了一个紫色的戒指，那和 A3L 一起组成一套 OOTD 就叫潮流就酱紫。很可爱啊，潮流就酱紫，绝绝紫。那小童 A3L 还有没有你认为绝绝紫的地方呢？因为像我个人也是会喜欢一些就相对偏酷的。对，偏酷的这种气质。那我们的 A3L 呢，它从前面看就是会有那种酷酷的运动气质，然后包括它会发光的 logo 也会很有科技感，这点我觉得很打在我的审美，而且我也觉得很符合这个时代的女性的潮流态度，就是我们不仅可以甜，我们也可以很酷，可以很飒，就是一个不给自己设限的时代吧。就像 A3 一样，在它的每一个时代，它也不给自己设限。那奥迪 A3 呢，每一代都是潮流 icon， 说的特别好，就是不给自己设限，所以其实 A3 代表的就是新生态的态度。那我们这个看完了车的外面，再来说这个车的里边。A3L 的 L 指的就是3厢加长，所以它的空间到底有多长呢？我觉得小童以你的这个身高优势来体验它的加长空间，其实最有说服力。要不要来感受一下？没问题啊，来这边请，小心。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感受如何，小童？就是后排的空间，然后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，然后就是很充裕，然后腿部的空间也很充裕。是的，通过这个镜头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啊，虽然坐着很舒适，但是小童还是得回到我们的这个舞台上来了。好的，我回来了，舍不得下来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来。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小童的腿是长出天际了，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后排的空间依然非常的充足啊。你觉得大空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那肯定是不管多高的人都能在里面坐得很舒服、很自在。那像我新奥迪 A3L 就可以把空间拉长，把自在拉近。我觉得你的金句很多真的吗？空间拉长，距离拉近，是的。那说到这个自在啊，小童，你觉得一款开起来自在的车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我觉得它应该是什么路况都可以去拿捏的，然后什么车位就是
至少听得比我要好吧。哎，听出你的这个比较在意的点了啊。那刚好 A3L 都能做到，它不仅是有越级的智能驾驶辅助，那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智能泊车的功能，无论车位有多难停，只要你摁一个键，它自己就可以停进去。那我觉得还真的挺适合我。它颜值高，然后空间又大，它就是女生的最优选。是的，说的特别的对，女生的最优选。我们也要谢谢小童的分享，也非常高兴你今天能够来到现场，请你先落座休息好吗？好，谢谢小童，谢谢。是不是看过你的保管箱？对，保管箱里面存的什么？一口箱子，20根金条。刚给你买了 iPhone 5，你就要5S。沈顾问，据我们所知，这20根金条可是共产党的。先生，这是我哥留给我的遗物。你哥是共产党啊！看别人有了 iPhone 6，你又要 Plus。先生，我发誓，我不是共产党。说这是。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儿，我攒钱过日子。赶快把保管箱的钥匙还有存单给林队长。这嫌弃我是穷光蛋，没钱没本事。不在我这里。你看看人家乔布斯，再看看比尔盖茨。尽快把这收到是什么身份？你为什么会把金条交给他？他说他也是共党，那就是通共。同样是俩腿儿这个肚子，我是高的汉子。他威胁我的。现在金条在他手里，你们应该去找他。我跟踪过他，他上班的地方在日新书局，我也报警了。我没有吵着换房子儿，没有嚷着换车子儿啊。报警了？对。林队长，威尔莱特确实是报警的话，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没问题啊。你不说自己太不争气，说我是败家子。对，但是他通共已经是既定事实。哦，我已经提前自首了。刚给你买了 iPhone 5，你就要5S。你自首啊？我前几天就写了封自首信，寄到了侦缉队。看别人有了 iPhone 6，你又要 Plus。打电话回去问问有没有收到什么信件。是电力公司的信封。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儿，我攒钱过日子。你在央行上班，用电力公司的信封。我之前在印厂当过排版工，老板破产后就拿信封底的薪水。这嫌弃我是穷光蛋，没钱没本事。确实有一封信，但是没写名字，不知道让谁扔在报刊栏里。你看看人家乔布斯，再看看比尔盖茨。林队长看完了吗？林队长，同样是俩腿儿这个肚子，我是高的汉子。这金条被人领走了，也是怪你们没有及时看信吧？不能怪魏若来吧？沈先生，而且信封上的邮戳可以证明我寄信的时间。你给我闭嘴！我没有吵着换房子儿，没有嚷着换车子儿啊。那魏若来他到底是不是共党？我要听实话。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，直接说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但他跟这件事牵扯不清，也同样是。那他为什么自首啊？你不说自己太不争气，说我是败家子。